嗨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。每晚在这里如约守候，只为跟你道一声晚安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新型肺炎疫情呈现井喷的态势。想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我们现在一定要尽可能的待在家里，不要怀着侥幸的心理出门。不过，你也不用过分的焦虑。虽说现在疫情严峻，但毕竟只要你待在家里，坚持洗手戴口罩，中招的可能性非常低。而摆在大家面前的，其实是另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这次疫情到底会对你的收入产生多大的影响？如果你是体制内，估计收入还是会比较稳定的。但如果你是靠业绩吃饭的员工、创业者、个体户或者中小型企业的老板呢？有网友在武汉工作，他的公司估计起码要半年才能恢复正常，也就是说，他在这半年里都没有收入，但信用卡、房贷、吃饭、水电处处要用钱。还有网友是在三亚做旅游的，每年就指望着假期大赚一笔，谁知疫情来得如此突然，光是他所在的公司累计订单取消额就高达100万。不少企业的小老板不能开工做生意，但房租、员工、工资还是都得照给。本来手头现金就不够，现在就更愁了。现在疫情已经爆发了50天，但他们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房租、水电、员工工资、房贷、车贷，样样都是钱。难怪有网友会说，这个春节真的是我有史以来过得最糟心的一个了。真的是应了那句话，潮水汹涌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是孤岛。前几天，微博大 V 的吃瓜姐妹专用发了一条微博，有7万多的转发，55万的点赞。他说，在河北的农村，有一个老大爷戴着口罩骑着电动车，到处叫卖1元一个的冰糖葫芦。但现在河北基本上每个村都封了，街上也没有人，大爷一路走来根本卖不出去。更惨的是，大爷骑车到一个村的村口，还被村口的监督员赶走了。当然，监督员做的没有错，但大爷只好把糖葫芦一个一个摘下来放在箱子里，然后骑着电动车离开了。这位博主说了一句，我不知道这个大爷的生活情况，但是大过年的冒着疫情也要出来，只能感慨一句了。他还说，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，年前进了好几百斤的鸡蛋，预备年后卖给串亲戚的。他之前只是每天骑着3轮车在集会上零售，一人也只要2、3斤的那种。现在疫情严重，鸡蛋也卖不出去，也只能在家里放着了。不少人可能都听过28定律，这个定律放在春节也适用。很多人做点小生意，一年到头20%的时间赚钱，80%的时间亏钱，然后用这20%的时间赚到的钱去弥补掉80%时间亏掉的钱。我家邻居是一个50岁出头的中年男子，2个孩子都在读大学，他平时靠做点小生意养活一家人。今年春节，他花高价租了迎春花市的一个摊位，还借了10几万进了一大批货，就等着除夕夜大赚一笔。结果因为新型的肺炎疫情，一切大型活动取消了，迎春花市场也泡汤了。虽说政府退还了大部分的租金，但10几万的货就砸在手里。邻居50岁的人了，说起这事儿就眼圈泛红，说这个年都不知道该怎么过，也不知道以后该咋办。有网友说，自己之前给人打工3个月，不要1分工资，只要对方教自己烤冷面。学成之后，他在庙会里租了一个摊位，想趁这个春节好好的赚一笔钱。但现在
他只能看着满满2冰箱的食材，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边蒙着头哭。哪怕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这个小伙子还跑去当志愿者，只希望我们的国家早点好起来。不少人家里是开饭店的，本来过年时生意应该很好，现在餐馆暂停营业，年前准备的所有鲜货，包括牛羊肉，只能通通的浪费掉。知乎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受委屈最大的，其实是网络上没有什么声音的工人。你跟他们讲隔离讲防疫，但是没办法帮他们交房租水电，1日3餐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这种疫情受冲击的只有实体经济，那些做互联网和电商的，没有店铺也不开工厂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我想说，你想得太简单了。如果一个市场里大家都人心惶惶，大部分机构都瘫痪了，生意如何做得下去啊？经济这种事情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每个行业都不可能单独存在，而是会和其他行业紧密相连的。比如做电商的，或许销量不受影响，但工厂停了，你的货从哪里来？快递停了，你的货又怎么发得出去呢？做电影的，并非拍好了就万事大吉，宣发怎么做，播不出去怎么赚钱呢？这个春节可能是很多电影人的噩梦吧。2019年的大年初一，多部贺岁档大片上映，包括《流浪地球》《飞驰人生》等。光是大年初一这一天，票房收入就创造了单日票房纪录14.58亿元。大年初一，今年的大年初一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多部贺岁档大片撤档，全国总票房只有181万。从14.58亿到181万，这个已经不能说是大幅跳水，而是差点跳到了马里亚纳海沟啊！我有位朋友是自由职业者，他也感受到了压力。往年春节，他都会接到很多写推广文案的工作，但今年春节，他连1篇稿子的需求都接不到。他非常好奇，就去问公关公司的小姐姐。小姐姐也很无奈，说今年商家们都不宣传了，一是为了节省开支，二是觉得大家没办法消费，宣传了也没用，连她自己都早早放假，什么时候回去上班都不确定。面对无力更改的黑天鹅事件，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从积极的方面来想想。虽然疫情非常糟心，它可能已经让你蒙受了重大的损失，也可能为你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，让你不知道未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。但你要相信，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。目前，各级财政已经投入了273亿元，用于疫情的防控工作。各地的防疫物资企业也复工复产，争取生产更多的防护服和口罩支援前线。湖北全省单日样本检测量从原来的200份提高到了4000份，有助于加快排查疑似病例。这次的疫情的确很严重，但事情正在一步步变好啊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千万不能失去信心。几千年前，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，福兮祸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畅销世界的反脆弱一书也提到，就像人的骨头承受压力和紧张会变得更加强壮，生命中的许多事物也会受益于压力、混乱、波动和不确定。当年非典肆虐的时候，阿里巴巴一位信送的女同事被感染，因此阿里500多名员工，包括马云在内，通通都被关在各自家里，12天不准出门。但由于非典影响，很多外商没有办法来华做生意，只能选择在网上做交易，最后阿里巴巴的业务量以50%的速度增长。更重要的是，非典发生之后，马云敏锐地察觉到网络零售将成为人们的刚需，阿里巴巴有必要推出零售业务。2003年4月，马云组建团队研发淘宝网。
2003年5月，淘宝网上线，打开页面醒目的写着纪念在非典时期辛勤工作的人们。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每一次的危机都孕育着我们新的希望。毕竟损失已经造成，再纠结于过去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面对乐观的未来。如果你在家里无所事事，那么看一本好书，学一门新课程，或者查漏补缺，反思一下工作上的缺失，弥补自己以往的不足，这都是你可以做的事情。毕竟可以在家待着的平静时光不是经常有的，你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摆脱过去的思维惯性，重塑自己的认知，以疫情过后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。这一次疫情，它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损失和痛苦。你可以悲痛，可以流泪，但在痛哭之后，不要忘了擦干眼泪，继续前行。这就是和强者和普通人的区别，他们一样会痛苦流泪，但普通人以眼泪来逃避现实，强者以眼泪来振奋自我。最后，祝疫情早点过去，愿所有患者早日康复，也祝大家能够快点过上正常的生活。这里是伴你入睡，我是艾米，每晚在这里只为跟您道一声晚安。